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发布了有一段时间的，但是因为一些你懂的原因，它延迟开售了很长时间的，现在刚刚开启预售的华为的 Mate 40系列的最后一台。这期视频我们也算是终于集齐了 Mate 40的全系，可以召唤神龙了。大家可以把神龙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今年主销的 Mate 40 Pro 呢，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过非常详细的深度测评了。然后 Pro Plus 的这颗自由曲面镜头呢，我们也专门出了一期视频。包括保时捷这边呢，我们也做了开箱，就差最后一台 Mate 40了。这台延迟开售了1个多月的机械表现如何？这期咱们来聊一聊。不关这天小白测评，马上开始。经常为别人出镜做推广，这次我们为自己代言。小白有品 APP， 一个只卖精品二手的平台，有手机有电脑，还有各类半价潮物，国行正品带票，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，赶紧搜索上车。包装盒方面呢，和 Pro 和 Pro Plus 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机器呢，我们已经是提前设置完毕啊。包装盒里面呢，一个清水套，然后充电器、数据线，有一个特别的，就是 3.5 毫米的耳机，它是带 3.5 毫米耳机孔的，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，尤其是在5000元档位这个机器上面。充电器方面呢，是有一点点的缩水，但是跟上一代是一样的，都是40瓦的有线充电，而且呢，这台机器也是支持40瓦的无线充的，它是一个双40瓦的充电。OK， 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手感真的非常不错。它是188克的重量，而且它是6.5英寸的一块屏幕，在3维各个方面都要缩小了一圈。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屏幕是我最喜欢的，它是一个68度的一个微曲面的一块屏幕，并没有做瀑布屏。瀑布屏这件事啊，确实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有人觉得是吧，非常有科技感，从侧面看的时候特别帅，但是侧边的有偏绿偏暗的问题啊，这个也很讨人厌。但是 Mate 40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它是两边等宽的一个设计，顶部和底部呢是同宽的，然后左右是同宽的，在划过边缘的时候，这个手感也是非常的好，而且原厂给你贴了一个膜啊，这膜贴的非常的精细。在挖孔方面呢，它也是变成了单挖孔，但是单挖孔的这个面积啊稍微大了一些，如果要是再小个20%就更好了。在正面的颜值上，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啊，你是喜欢40还是喜欢 Pro？ 反正我个人更喜欢40一些啊。手机在后背的这个设计上啊，完全和 Mate 40 Pro 系列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这两个蜜银色，就是一个大哥一个小弟的节奏啊，一模一样。包括星环镜头的这个设计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在镜头的参数方面，它们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啊。不过主摄是一样的，都是 MX700 5000万的这颗镜头不过它取消了一个潜望式的镜头，换成了一个可以实现3倍光学变焦的镜头。它们镜头方面的具体差别，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先看一下样张。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Mate 40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顶部和底部的设计呢，基本上一样的，在顶部呢多加了一个 3.5 毫米的耳机孔。屏幕方面 6.5 英寸的 OLED 的屏幕，我也看了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排列，我们前面的4台全部都是钻排，但是这一台终于让我们碰上了一台周冬雨排列的啊！它现在有没有抽奖的情况，这个我还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手里只有一台40，它是周冬雨的。钻石排列呢就已经打了一点折扣了，那么周冬雨排列呢打的折扣稍微更狠一些啊。在我们这1周多的使用之中呢，日常使用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，这些图标的边缘啊、字体的边缘呢，确实要比钻石排列多一点点那种毛刺感。屏幕刷新率方面呢，也是有90赫兹高刷的，而且它有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。日常刷微博啊，或者是整个的动画体验啊 ，EMUI 做的也是不错。下面要说的这台机器应该是最大的区别啊，和 Pro 啊，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处理器方面，它是麒麟9000E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麒麟9000E的手机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只有它一款机器搭载啊。它的参数方面呢，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。这个在 CPU 方面呢是没有任何阉割的，3.1吉赫兹的，所以说在日常大部分的使用场景下呢，和麒麟9000是
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但是在 GPU 方面呢，那个是24个核心的 G78，这个是22个核心的 G78，少了2个。然后还有就是在 NPU 方面，双大核啊，这个是1个大核啊，少了1个。在量化的 GPU 跑分方面呢，Sandy-Mark如果要是 Pro 的话呢，可以跑到9100多分，而这个是跑到了8600多分，确实要少了500多分，这就是2个G78的这个区别。在实际体验上呢，吃鸡最高画质 Mate 40平均帧率 59.57， 波动 0.48， 40 Pro 平均帧率 59.71， 波动 0.81， 两者都非常稳定。在极限性能光明山脉测试下， Mate 40平均帧率 58.5， 波动 5.14， 游戏20分钟基本没有什么降频和掉帧，吊打平均帧率仅有 49.07 的 Mate 40 Pro 啊，你说怪不怪？位列小白测评数据库总榜的第3名，表现算是非常不错啊。虽然跑分上面9000亿稍弱，但是由于可能延迟开售调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实际的游戏体验反而更加出色一些。在电池方面，因为它更轻了嘛，也缩减了一点点，是42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，然后双40瓦的这个充电。我们的体验中呢，正常使用1天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两个手机在闪存方面呢，还有一些小差别，因为 Pro 这边有一个大杀器，就是 SFS，对。这个华为自研的闪存，它现在是小白测评数据库的第1名啊，这个直接拉开了一个身位跟后边，但是它这个应该是用的 UFS 的 3.1 啊，它没有达到这个 SFS 的这个水平。如果华为真的做不了手机了，那可以向整个市场卖它的 SFS 的闪存也是 OK 的啊。真的是一个大杀器啊，特别快。一些细小的配置方面呢 ，NFC， 然后 IP53 的防水防尘，它是 Z 轴的马达。OK， 我们体验了一段时间，简单总结一下这台机器啊，我觉得挺好，真的，大家可以把挺好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。反正这2台手机啊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更喜欢用这个手机，因为在质感方面一点没缩水，在日常的体验方面呢，也感受不出来什么差别，在手感重量方面反而还要提升了一些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而且9000亿在日常使用中真的没和9000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。我们汇总了一张表格，你可以暂停查看，就是 Mate 40和 Mate 40 Pro 各个方面的具体差别。然后大家呢肯定会说这个价位段的这个手机啊，因为在5000这个价位段，它是4999的这个售价嘛，比如说有小米10的 Ultra， 然后还有就是vivo iQOO 这边的这个机器都在这个价位段有性价比更高的这个手机，但是在华为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序列里边，它应该是目前你可以体验到的比较划算的这个手机了。我说的是在华为的这个产品序列里边啊，而且这个机器我现在不知道它好不好买啊，我预估也会非常难买，我预估它应该也会有加价的情况，就看备货的情况了。但是一说到备货，我就觉得有点心酸啊，这个华为。总而言之，这台机器甚至还算是给了我一些小惊喜，因为一开始我抱的期望真的是不大，因为在之前 Mate 系列的这个产品里边，它的这个入门版本，比如说 Mate 30、Mate 20，体验上面都要比它的大哥差一截，但是这个在日常的体验上真的没有什么差别，而且手感上面还要更好啊。但是也有你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它的镜头方面有小小的缩减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屏幕排列，我们手上这台是周冬雨排列的，还有就是充电和续航，因为不和自家比，在同价位这个机器里边，其他家要领先很多啊，这个都是你需要注意的，但是在华为自己的产品序列里边，我觉得这个机器，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OK， 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 Mate 40的所有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因为现在它软件还是锁的，不可以跑这个娱乐兔啊，或者说 Geekbench 啊，还不能跑。后期能跑了之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，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。好，不关注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个机器准备换上卡，好好用一段时间。